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王启春，欢迎收看我的台湾人游世界。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西西里岛。那今天的西西里岛要给大家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今天的邮轮地中海 MSC 的邮轮，它会走到西西里岛，在意大利的最南边。OK，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的南部嘛，它人口大约500多万啊。意大利的一个自治区，浪漫神秘的地中海岛屿。那西西里岛的地形非常的独特，还有自然生态很丰富啊。歌德说过，你没有去过西西里岛，你就不算去过意大利啊。哇塞，这一句话真严重啊，在肩膀上的压力很重啊。很多人去了意大利好几次都还没有去过西西里岛，那是不是变成还没去过西西里岛啊？换句话说，这句话呢，它充分的展现了什么？西西里岛它举足轻重在意大利的这种地位啊。它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与这个意大利的本岛呢，有许多截然不同之处啊。由于地理位置与它的历史的发展啊，所以呢，它受到很多样文化的这个冲撞以及这个融合，很特别，有独特的语言、饮食形态啊、历史文化。那独特的语言啊，哇，每个地方有自己的方言，这我能懂，我也能够了解啊。那历史文化呢，西西里岛巴勒摩是西西里岛的首府啊。它大概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被这个欧洲人西亚人还有这个北非人所占领了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宗教还有文化的洗礼，所以它这个市区，它的建筑物它的风格非常的多变有诺曼的拜占庭伊斯兰3种风格的建筑并存，你知道吗？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你想象不到竟然有伊斯兰风格的东西在这里。那还有呢，来到西西里岛呢，大家想到不是它有多漂亮，很多朋友都会告诉你，意大利西西里岛，你是不是去黑手党那个地方？欧社会说这做危险没有没有？那众人所知，意大利的黑手党，它就是教父看过嘛，以家庭为单位，那主要以西西里这个地方呢为一个代表。那它起源在19世纪初，西西里岛的这个黑手党，那成立最早的黑手党的组织就在西西里岛那这个组织成立的最原始也不是说要干坏事是帮当地的人民要来伸张正义，而且随着组织呢树立这个权威大家有个依循，内容性质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质变。黑手党的家庭呢又强调有血缘的家庭血浓于水自家人又不太会这要不要背叛就对了那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的出现呢，其实跟柑橘、柑嘛跟柠檬的生产及买卖脱不了关系。所以你去西西里岛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就会看到很多柑橘那还有柠檬这2种水果。当然柑橘这个又要讲到它的历史，这2000年来的历史又要讲到伊斯兰文化去了这个摩尔人北非的摩尔人那我们推回来，在1875年的时候，英国的这个皇家海军舰队开始让这个船员服用什么柠檬来治疗坏血病另外一种呢，橘子的油则拿来呢给这个什么伯爵茶去做调味那这2种习惯呢，就让西西里岛的柠檬跟柑橘柑嘛生产的出口呢达到顶峰。有生意，你知道就有人要了嘛所以1876年在每公顷的这个橘子的水果所带来的利润跟柠檬是岛上其他费用平均利润的60倍，哇塞，那是暴利那这种各种呢就被西西里党黑手党呢破坏啦、敲诈啦、支配佃农的故事就开始出现了便是从这个巴勒摩郊外的柠檬园开始。你有去这个地方旅游的人一定看到它这里很多柠檬，它早年就靠着这个柠檬市场扩张，所以西西里岛黑手党日益做大。由于美国2战
扶持有关啊。战后的天主教民主党，他为了那个选票的利益啊，许多的政治人物便开始跟这个黑手党就这样结盟啊，有关系啊。一直到了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的黑手党仍然主要以乡下为它的根据地，但自那个时候以后啊，它便慢慢的扩张到了城市，而且摇身一变呢，就变成毒品卖淫的国际组织了。重点是我们又不加入黑手党，对不对啊？我们是来这边玩的，来这边看风景的，所以了解一下就好了。Tutto dormiendo e solo un amore, tutto l'amore e non dormiendo antica e si divena smania e vuole bene Nașmanie vază, orră bevena, nu focă ca, da brușigo mache, vază d'aquil, că de morte me。下了船之后，我们一路直奔西西里岛巴勒摩的王士山啊。这个地方现存诺曼市最大的主教教堂啊。其实你知道，如果说你有参加邮轮上的行程啊，你要上来这上面是很简单的啊。你有跟着团旅游呢，你要到上面来也很简单的，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如果这两样都没有了，那你要上来就有一点压力了啊。因为呢，你一下邮轮之后呢，邮轮有很多的计程车。它会呢漫天喊价啊，你还动得掉啊？那你想要货比三家呢，也有点难啊，因为你都听不啊，他们叽叽楚楚的这样讲什么你也听不懂，而且他们非常的团结。但无论如何，虽然有一点码头有一点乱，但无论如何，王士山非常值得上来上面看一看。这主教教堂应该要建在巴勒摩啊，为什么要建在这附近的小镇呢？一切都要从西西里的历史说起啊。西西里复杂的地理位置啊，决定了它复杂的历史。蒙雷阿莱教堂呢，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诺曼式建筑，也是诺曼艺术的巅峰之作。教堂长102米，宽40米，内部呢如同一个装满了珠宝黄金的盒子，壁画全部用闪耀的黄金镶嵌。有来自希腊、拜占庭、西西里和阿拉伯无数能工巧匠修建而成，总面积达到了6000平方米，曾用掉了1200公斤的黄金。它也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黄金马赛克壁画的教堂，随便敲一块下来，都值钱了，所以又有黄金圣殿的称谓。这个教堂呢，看起来呢，哇塞，如同仙境一般呢，那气势磅礴啊！用黄金的嘛，当然气势磅礴啊，能够如此豪的建造出这样子金碧辉煌的教堂啊，可见当时诺曼王国雄厚的财力啊，跟他的实力啊。那这些马赛克镶嵌壁画呢，就讲述了圣经旧约和新约中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基督升天，以及诺曼国王们的事迹啊，共计有42个篇章在这里面。整体的设计与装饰啊，协调的就像拜占庭的这个镶嵌艺术啊，跟阿拉伯建筑风格啊，以及诺曼式的这个风格完美的就融合在一起。不仅仅在整个意大利哦，整个世界要找到这样的建筑呢，都非常的不容易啊。数千年的岁月变迁，这里先后被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普鲁士人、诺曼底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统治过。来自的四方八面不赶快的种族的统治者，就给了这个岛屿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迹啊，也留下了混杂着亚洲、非洲、欧洲不赶快血统的人啊。
在公元831年呢，阿拉伯人占领了西西里岛，将这个巴勒摩设为首都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它这里会有一些阿拉伯的风情啊，原因就是阿拉伯人曾经占领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啊。那将当时的巴勒摩主教教堂呢改建成为了清真寺，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教堂都有一个 feel 啊，那个 feel 就是什么？就是伊斯兰的 feel。当时天主教的教徒们呢，只能呢逃往蒙雷阿莱。幸运的是呢，阿拉伯人呢并没有强制教徒们改变宗教的信仰，但教徒们的地位呢就变得非常的低下喽。1072年，诺曼人来了，好吧，赶走了阿拉伯人了。蒙雷阿莱所在的山谷呢，就成了皇室的猎场。1174年，当时的诺曼王国国王威廉二世呢，下令呢在蒙雷阿莱修建一座教堂，仅用了8年就修成了。哇，这个将它设为西西里教区的主教教堂，你就知道刚刚为什么我们来这个王士山呢？为什么一个主教教堂盖在偏僻的山上，而不是盖在巴勒摩喽？而蒙雷阿莱在西西里语当中意思就是王士山，或者是国王的山丘。你有了解吧？位于巴勒摩市以南10公里的这个山坡上啊，那俯览着著名的金色贝壳的肥沃山谷啊，算是呢有巴勒摩的卫星城。小镇的人口呢3万多人啊，观光客都比这边多。而这一路上上来，你就可以看得到西西里肥沃土地盛产的柑橘啦、橄榄等等啊、柠檬啊，所以呢，又把它叫做黄金盆地的美称呢。Ai sere nanni ne se ne saietta, tu sai a tu, addosso gore in grado chiure spietta, per me non vo, addosso, su poca cosa ma sicura, te lascia sta, e non de corra appiessa non destruia, sulla guarda, yamma, doppia mia, yamma, doppia mia, funicula. 巴勒摩是西西里岛的首都，也是南意的第2大城，仅次于拿坡里，人口呢大约有90万啊。那巴勒摩在古代呢，曾经被许多不同的种族统治，如阿拉伯人啊、诺曼、西班牙人等，因此呢，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与建筑。那文豪歌德曾经赞许巴勒摩是世界上最美的伊斯兰城市，不是天主教城市哦，就因为它被阿拉伯人占领过，所以你在这个巴勒摩的世界上啊。哎呦喂啊！你看到这些房子啊，哇，这种感觉啊，很难找得到，好像呢回到了中古世纪，有别于你去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在这里没有秩序，好像是乱中有序，那一种感觉，那种氛围，绝对值得你亲自到这个地方来看看。Quando mamma te l'ha fatta, vuoi sapere come facetta, non bastasti carne bella, tutta quella che mi tetta e tutta quella che mi tetta. Cien rose incappucciate, rinda martelo miscata, latte rose e latte di facetta in coppa fatta. Non c'è bisogno zingare, addivina con c'è, come t'ha fatto mamma, te lo saccio meglio te. E per fa sta bocca bella, non servetta stessa cosa,
Lo sapevi che non ci mettete, lo sapevi che non ci mettete. Mo ti dico tutte cose, mo ti dico tutte cose. Nu panare china china, tutte brave le giardine. Nelle zucchero e cannelle per te fa sta bocca bella. Non c'è bisogno singolo, fatti vino con c'è. Come t'ha fatto mamma, te lo sacci meglio te. E per farsi 13 ore, e per farsi 13 ore. Mamma tu sa pezzendette, mamma tu sa pezzendette. Bella mia tua moneta, bella mia tua moneta. Tu sapevi che non ci servetta, tu sapevi che non ci servetta. Una miniera sana sana, tutta fatta a filigrana. Giovuletta per sti 13 che a Basano non ci sta prezzo. Non c'è bisogno singolo, a divina non c'è. Come t'ha fatto mamma, lo sacci meglio te. 这里的一些喷泉区又叫羞耻广场，又叫视角广场，这些景点呢都联合在一起。为什么会叫羞耻广场？很简单，因为以前的雕刻家他们在雕塑这一些人物的时候呢，都没穿衫，全部都没有穿衣服。为什么要不穿衣服？因为裸体更能够在他们这些雕塑上面展现肌肉的力与美所以呢，这些雕塑呢就必须不穿衣服，才能够显现出它的雕刻。而这里有很多的喷泉，都是希腊12主神，像这个富饶，有没有富饶女神身上拿着水果那我们在船上用完餐之后呢，到处走走正好碰巧呢，这附近呢有一种这种安详祥和的感觉。这个西西里岛地中海岛国首都，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为过。探索古建筑，观看中世纪，还有享受萨丁岛美食的不二之选。巴勒摩，西西里岛的首府，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街上布满了宫殿、教堂、古旧建筑，共治一炉的建筑风格。哇，真的！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你看看呢，这种小摩托车还有马车，这里的人整个氛围，南翼的人跟北翼的人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整个氛围，然后呢也不像其他的欧洲城市那么的井然有序，但是却出现了另外一种乱中的协调的美丽景色。Parte bastimento per terra assai lontana cantano a bordo su napolitana cantano per tramenda o golfo già scompare e a luna mezzo mare no poche napa le favore Santa Lucia lontana te quanta malinconia se giro una sana se va a cercare fortuna ma quando sponda lui lontana Napoli non si può stare Santa Lucia tu tieni solo non può chiamare ma più lontana stai più bella pare e o cantare
serena cade sangare rezza ora non va ricchezza si è nata a Napoli già vuoi morire Santa Lucia l'ondata 嗨，最著名的科学杂志评选出来世界上笨蛋最懒的国家的排行榜，第一名在欧洲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马耳他。哎呦，稳居最懒国家第一位，想抢你还不太容易啊！懒到极致，生活最好的样子。马耳他的名字呢有点陌生，这个岛国就在地中海的中心点，它就靠近了西西里岛，所以我们坐游轮的时候呢，就会这样巡回，就会走到西西里岛，它被称为地中海的心脏。领土面积呢只有316平方公里，是欧洲非常有名的观光胜地啊！这里全年有超过200个阳光充沛的这个日子，它可是欧洲人度假首选的这个目的地哦。那么呢，如此度假热门的胜地呢，为什么它会变成了全球最懒的国家呢？有人说呢，这个是养出来的这个富贵病啊。因为这里的沙滩呢，常常人满为患呢，没人加班呢，没经济不景气这种问题啊。当地的人呢，工作呢，常常呢非常的休闲啊，用1个下午的时间呢，就待在沙滩上，享受这什么日光浴，甚至用1整天的时间呢，坐上这个游艇啊。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当地人吃饱饭哈，他不是怎样哈，不是得里出来对的，而是呢划着这个小舟啊，就在那个水中海边的悠闲穿梭啊，逛逛集市，买甜品跟零用品啊。拜托你上班到一半，你能这么做吗？唱着慵懒的小曲 ，enjoy 他们的生活，不是忙忙碌碌像我这样的过生活。所以呢，在马耳他人的眼里呢，懒就笨蛋是一种文化传统啊。早在2世纪、3世纪的时候，马耳他人民呢只能够依靠呢捕捞这种体力活来是维持他的生计啊。很辛苦的，但是呢，近代以来呢，因为他们国家油田的开发、石油的开采，那怎么样就给马耳他人带来了很大量的致富的机会咯。那政府的民政补贴呢，也撸来撸管啊，就算呢失业了呢，你也能够拿到丰裕的这个补贴。于是当地的马耳他人呢，就养成了什么工作要懒啊，懒惰 lazy 啊，懒的。喜欢享受生活的方式啊，那马耳他也是有名的国际自由港，针对公民啊废止了很多的这个税务的政策，像不动产税啦、遗产税啦、奢侈税啦、赠与税啦这些等等啊，在这么宽松的这种减税的这种政策底下呢，那许多的欧洲的同盟国啦，还有许多欧洲的这种公民商人就把这里视为的避税天堂，尤其是欧美的关税，他对欧美的关税 kill 个足给，哇塞，简直就是世界级的避税天堂，把它称为叫做南欧的哪里？瑞士啊。那这里呢也有要做成这个样子，当然这里的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免费的教育、医疗、高工资、高就业，哇，这些福利在经济学角度来讲啊，是福利带动了当地人民的惰性啊，人民公民还是很有水准啊。其实有一种反讽的意思，就是他们真的很棒啊。来了之后你才会知道，马耳他，哇塞，好漂亮哦！虽然很小啊，那个文化底蕴好强哦。它是被英国统治过的小国家，呵来个看卖。哪有这么美的地方啊？你没有坐游轮还不太容易到达这个国家，它就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马耳他。
马耳他位于欧洲的南方，是地中海的岛国，距离意大利西西里岛呢仅90公里很近，面积呢只比台北大一点点，也是呢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国家之一，人口呢约有45万，官方语言是英文及马耳他语，使用的货币呢欧元啊，这个所在你可能没听过啊，所以也是来到这个所在啊不得了啊，又在这个你的旅游、你的历史印记上面呢留下深深的一笔啊。那这里呢是属于地中海型的气候，其实很棒啊。然后你看这里有很多的马耳他骑士团的标志啊。气候呢冬季多雨，夏季干燥啊。马耳他于1964年宣布独立之前呢，它是大英国协的成员哦，很特别哦。1970年成立了马耳他共和国，2004年加入了欧盟，所以在这上面一切的东西看到的都是属于英式的啊，英国式的。这个地方我以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只会来一次，结果后来其实我来了好多次啊。我非常非常喜欢马耳他的生活方式。后来马耳他也是因为邮轮的关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观光潮，也让更多的亚洲人知道了马耳他这个国家。马耳他其实是采用英语教育的方式哦，所以在这边英语很行得通，在小学、中学就有学英文以及马耳他语的授课。马耳他的大学使用的是英文授课哦，这跟很多的欧洲国家是不一样的哦。那意大利语以及法语呢，是他最受欢迎的第2个外国语。近年来更因为语言学校的学费、生活费呢，跟英国跟美国比起来呢，相对下比较便宜，就吸引了不少人前往马耳他游学哦。如果你向往地中海风情的古老欧洲国家，但是你又想学英文呢，你不妨参考一下啊，到马耳他学英文哦，真的哦，这里很多的外籍教师全部都是英国、美国来的。来到这里，当然也要喝喝这边的咖啡，吃吃咖啡店里面的甜食啊。这是我每一次出国到每个国家一定会品尝的哈。历史上的马耳他曾被多个国家占领过，所以呢，马耳他共和国就由5个岛屿所组成的。马耳他共和国的首都就是瓦莱塔，也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这边呢。面积小小的，人口也不多。156年。马耳他骑士团击退了奥图曼帝国，为了防止敌人再度入侵了要塞都市。之后呢，瓦莱塔就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市区，所以大部分的建筑都因为骑士团的统治而怎么样，古色古香，非常美丽。瓦莱塔也经过了法国、英国的统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啊，在这边很轻易的就可以看得到总统府啊，那呢很平易近人啊，因为国家小嘛啊，那城内呢也有很多巴洛克的建筑，聚集了教堂、博物馆、coffee、餐厅、银行等旅馆、政府办公室啊，丁丁的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如果仔细看呢，有一些古老的房子啊，都还会每一家不一样怎样？
可以说每一家都有一个 mark， 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家徽啊，挺有意思的啊。那瓦莱塔它又被称为叫做金色之城，怎么说？因为整座城市的建筑你看了嘛啊，现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就在这个阳光洒落底下，都呈现出这种金黄色的色泽。很多的办公、国会大楼、总统府纪念碑，全部呢都聚集在这里。哎呦，这个虽然小啊，但是非常的美丽啊。现在来到的是拱门平台，建于17世纪，现在是除了当地人之外的后花园啊，更是晒日光浴的好地方。曾经是重要的战士防御堡垒啊。天气那好的时阵啊，海湾的美景啊，你看看，就是这么的无敌啊！而且在整个马耳他的市区，随便到处走啊，随便一个 corner 转角都会有惊喜啊。很多人看着我们的节目，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兴奋啊！坐在家里面可以看得到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啊。当我在剪辑、在配音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哎呦，我之前去的时候，这地方怎么那水啊那样？哎呦，这么美哦！每一次录一录，人心情啊都会好很多。当然，我也就会想起当时跟我们一起去旅游的朋友们。Hello， 你们好吗？